马教的灵符了。怎么没反应啊？难不成是神魂受伤太重，没有攻击性了？师祖，我来救你了，开个门呗。师祖，司马娇，娇娇，这么容易就开了？这家伙的灵符怎么跟火焰山似的，时时刻刻这么难受？换我也得发疯。他将永生地活在灵火灼烧的痛苦之中。我不愿意他有这样的一生，不如就此结束凤山一族世代的悲剧。这便是娇儿降生世间的使命。你若是莽撞行事，说不定会死的。司马娇，这么简个神魂碎片，还有传染情绪的作用。司马娇，你这么治愈的吗？我平时带你吃喝玩乐都没有让你开心一点吗？不要，不要！这是神魂内核，如果这个要是碎了，日久后彻底灰飞烟灭。不，停下！快停下！不要！我要怎么才能按住他？师祖，师祖，醒醒！师祖，吵死了！你还好吧？怕了？当然怕了，
我连鸡都没杀过，上来就让我杀人，您怎么自己撞过来了？放心，这是解开封印必要的一环。什么意思啊？好戏就要开始了。师祖，您怎么伤成这个样子？师祖，您可安好？师祖身边那位，你，去探探他的脉。怎么探啊？我没有学过中医。何须再探？看他这样子，想必是真的不行了。没错，我已经身受重伤，灵力几乎消耗殆尽。想必你们也是有所发现，才赶过来的。人都齐了，甚好。我的命就在此，来拿吧。师祖，你哪来的底气啊？我俩刚避免了你死我活，又要同生共死了吗？我不让你死，你就不会死。司马交，到了如此地步还这般猖狂，我等好心送门下弟子前来服侍你，你却无故杀戮，是何道理？你又是哪个宫的？被你们关了500年，我都记不得了。当初封印我的老家伙，怎么只剩你们3个人了？人都没到齐，何能解我心头之恨？这个时候还要拉仇恨，不愧是祖宗，我真的佩服。诸位都听见了吧？司马交这是要和我们翻旧账了。今夜我们联手，定能解决他。若今夜不杀了他，日后谁都逃不掉。糊涂啊，真是糊涂！我死了，便没人能再供养灵火了。你们可想清楚了？待你死后，我等手握血凝花和你的尸身，自然会庇护，更趁先负重任。你说的血凝花，可是雌朵？司马交是想引我们8大宫前来，用我们的血解除封印。快走！往哪儿跑？是灵火，出不去了。师祖，这恐怕是个误会，我们绝无恶意。至少我们天之宫，绝没有对您不敬的意思啊！果然，你新月夜会虚弱一事是个谎言。现在才意识到，迟了些吧？跟他拼了！
司马昭凶残至死，简直就是个魔头！司马昭，你不得好死！司马昭，你千窜万窜，没想到还少了一个星河灿吧？只有八大宫的直系血脉才能解开封印。那星河灿平时胆小如鼠，现在却使你计划落了空，也算是立了一大功啊！你怎知少他一人，我的一切计划就落空了呢？你们送进来的人，我当然要好好利用。终于等到这一刻了。好吗？我已经忍着家眼的封印很久了。我们这是冲破封印了哈。没错。那就好。
封印竟然被解了。果真，灵力被削弱之事是假的。师祖传出谣言，定有他的谋划，想必里面一定是一片血海。别说了，去看看。你看他们每一个人，走出去都是令人畏惧的大门。你看看他们现在的样子，多可笑！对此你作何感想？你的腰好细。什么？我觉得你可能是被关久了，饿成这样的。你说的没错，我遭受过的痛苦都要一一讨回来。我可没这样说啊！你狗狗！师祖，我不用给您陪葬了哈。你不想死？当然不想死，我刚刚都要被吓死了。师祖出关了！什么？快快快！恭迎师祖出关！恭迎师祖出关！廖廷彦，你侍奉不周，险些颠覆先府命脉。师祖，弟子今日就替您清理门户。师祖，恕罪呀！岂容你在我面前放肆！师祖饶命，弟子只是担心师祖。怕什么？我说了，我不让你死，你就死不了。这位弟子是四世之宫的吗？竟得师祖如此青睐。我也从未见过这位弟子。师祖之前可是对我们宋剑山的弟子大开杀戒，怎么偏偏留下个修为低劣的3灵根弟子，有何用处？当初送弟子入山之时，抱着何种心思，自己心里最清楚。师祖，今日三神山被毁成这样，不如您先去白鹿崖暂住，等弟子们把这里修葺完毕，再请师祖回山。还想将我押回来再封500年？师祖，您误会了，我是……行了。师祖，您不会因为我目睹了您的杀人现场，就把我灭了吧？你在想什么？师祖，您要杀就杀吧，别玩我心态了。如果杀累了，要不就回去洗洗睡了吧。那便依你。
我们做错了什么？不过是同门师兄弟留有余地而已。有违道义，血凝化，和张确定出死，不就是为了这些吗？原来老板是在这样一个人吃人的环境里长大的，怪不得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恨意。那我作为老板的心腹，是不是应该去表表态，安慰安慰他呢？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！廖廷艳，廖廷艳，你就是一个咸鱼，靠躺平升职到这个份上已经很幸运了，不要自不量力好吗？老板，您怎么来了？哦，我懂了，一定是灵火烧的您又烦躁了。怎么回事？还这么烦躁吗？今天空调不管用了？你去睡吧。这有点像老板还在加班，却跟我说你先下班一样，那么离谱。那我去睡了。老板，你这样，这样睡得好吗？毕竟这份工作的福利太好了，迁就老板一点也是应该的。司马娇这人应该是个不近女色的事业品，他爱待着就待着吧。果真，它不仅能缓解灵火带来的灼烧，也总能莫名平息我的怒火。醒醒，醒醒！起来，不许睡了。请问有什么事儿，亲爱的老板？能不能体谅一下美人的暧昧之心？睡眠不足，容易眼圈的。你怎么能睡得着？我为什么睡不着？我在这里啊。哦，然后呢？整个庚辰仙府的人，凡是听过我的名字的，无人不怕我。你怎么还能安心的在我身边入睡？睡眠质量太好了，不能怪我。你真让人看不透。好吧，既然老板是熬夜老司机，我也要舍命陪君子。熬夜老司机？就是您这样作息不稳定的人。你哪里来那么多奇言怪语？大概我思维敏捷吧。
父亲，我听说司马昭让弟子们100人死斗，死的都是8大宫的得意门生。其他公主对此有何意见？是否有对你施压？他们当然心存不满了，但暂时还不会公然抗议。毕竟谁也不想惹怒司马昭。况且还有天无涯和我相互配合。只要不杀到我们头上来，师祖杀几个人，又有何妨？他若真想全灭了我们，自己也会2败俱伤，讨不到什么好处。况且新的公主也是刚刚上任，现在形势不稳，他们这都也是有些怨气。我已经安抚下去了。父亲，那我们就随着司马昭这么胡闹下去吗？长此以往，8大宫恐怕会脱离我们掌控。司马昭被封印了那么久，心中的怨气难消，那总是要处理些人，平复一下心绪吧。再说了，死的都是些弟子，他想杀便杀嘛。如今他虽狂魔，但是至少我的话他还是能够听进去几句的。我们只要小心谨慎地照料着，在大计没有完成之前，我们既要稳住8大宫为我们所用，也不能让司马昭太狂。师祖，各大宫的弟子已赶至武斗场，还问今日的死斗何时开始？为了血凝花，他们连命都不要了。我看诗千旅和8大宫那些人，根本就不把这些弟子的命放在眼里。上次死斗之后，那诗千旅居然只稍作安抚了一下，就将此事化解了。看来这8大宫内有诗千旅的内应。内应？会是天无涯吗？只有他与诗千旅走得比较近。白鹿崖的灵脉本应由诗氏看管，看来诗千旅是给了他一些甜头。什么？难怪他最近的修为长得这么快。近日听闻已至合体期，诗千旅也太可恶了。这些灵脉又不是归他诗千旅所有，他就是一个看门的，凭什么替师祖慷慨啊？天无涯，好熟悉的名字。父亲，司马昭的修为增长如此之快，不会有朝一日挣脱这锁链吧？无涯，你放心，这8根封印法钉已经打入他的体内，就算来日他能挣脱锁链，也无法脱离封印法钉的镇压。那万一他要是忍受不了痛苦自戕，那可怎么办？毕竟他的性命连着灵火，他若是死了，庚辰仙府的灵脉岂不尽数散尽？少公主所说有道理，不知你有什么想法？依我看，不如在此封印之上再加一道禁制。你方才说他修为几何？天无涯的修为刚步入合体期。今日有宴会吗？有的，今日天之宫举办花宴，邀各宫的弟子参加，应该十分热闹。很好，那我们也去凑一凑这热闹，与天无涯好好戏耍一番。好啊，师祖，那我们何时出发？待廖廷彦醒来。师祖，这是在关心廷彦吗？师祖是不是想让廷彦多睡一会儿？你现在也敢胡乱揣测我的心思了？一觉睡到自然醒的感觉就是爽。让我看看，又送来什么漂亮衣服？魔镜啊魔镜，
告诉我，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？是廖廷艳。奇迹艳艳，快乐变装。老板，走。昨天才刚加过班，今天能不能不要加班了？什么是加班？就是像您现在这样，要我24小时待命。所以你不想跟我走？也不是不想，为什么不想？怕看到死人。一个魔域的人竟会怕死人？不去就先杀了你。您等我换个利索的衣服啊。跟上。您等我换个衣服的呀。这满园的果香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去杀人。可以不去吗？你觉得呢？这是谁呀？这派头比我们几个宫都大，说不定是什么大弟子啊！哎呀，别去理他。好香啊！你想吃什么就吃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老板，您不是说咱们是去杀人吗？怎么带我来团建了？就是大家一起吃吃喝喝。你不是饿了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方才你咽口水的声音吵到我了。所以是因为我馋了，特意带我来吃东西的。谢谢老板。原来祖宗还有体贴细心的人设啊！看来他并不像表面看着那么吓人的嘛。赔钱赔得起吗？还请息怒。你们这些小小门派，我好像听见我师傅的声音了。天之宫的花宴已经是3生有幸，竟还如此不长眼！放肆！我青谷天再怎么籍籍无名，我师傅也是一派之主，怎容你这般侮辱？白珠，师傅，真的是你？师姐，廷艳徒儿，怎么着？还叫帮手是吧？啊？师傅师弟，这怎么回事？师姐，这天之宫的弟子醉酒，自己撞到师傅身上，弄洒了琼浆玉露，竟污蔑是师傅所为。谁醉酒了？啊？不就是瓶酒吗？我赔你，多少钱？这琼浆玉露值灵石100颗。我分去。满口胡言！你这小小混账弟子，你耍我是吧？简直是找死！怎么回事啊？那人谁啊？好高的修为啊！老板，师祖，真的是师祖。我随师傅迎慈藏道君出关时曾见过。
弟子见过师祖。天野徒儿，还不快办！天野徒儿，看你顺利出山，为师就放心了。之前见师祖灭了诸多弟子的命灯，为师担心你。如今整个仙府都传师祖对你宠信有加，此话可当真？没有没有，我跟师祖可没有那种风流韵事啊。那师祖为何如此厚待你，竟当众护着你？可能我能给师祖解闷儿。为师只怕你四体不勤，又天资愚钝，拙口笨塞的。师父，你现在骂人可真够高级的。这万一要是真的触怒了师祖，被灭了命灯，不如还是找机会跟师祖请辞，回青谷天修炼吧。啊！师祖。师祖，廖廷彦是你派来我身边侍奉的弟子，我未曾开口，你便替我做主。师祖恕罪，弟子不敢。师祖啊，我师父他不是这个意思啊。还是你想要赏赐？弟子不敢受赏。说吧，你要什么赏赐？弟子恳请师祖，若是廷彦徒儿有侍奉不周之事，请您宽宏大量，饶他一命。师父，不允。倒是可以赏你们4条灵脉。啊，这么多！一口气赏了4条灵脉。不愧是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青谷天这个小小门派，以后怕是要赶上我们月之宫了。谢师祖赏赐。灵脉，也并非越多越强便好。譬如白鹿崖的灵脉，不是你等有福消受的。白鹿崖的灵气滔天，不知师祖这话是何意？白鹿崖的灵脉，于司马氏族人是良药。对其他人来说是毒药。若他人用白鹿崖的灵脉修炼，修为越高越危险。公质合体，一旦运功，必死无疑。师祖，我专门打的蝴蝶结，是不是很可爱？师祖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我还是想说，你不是颜欢，你是你自己。殊途同归罢了。师祖，
一般我醒过来，司马娇也会睁眼，这回怎么还没有动静啊？该不会是晕过去了吧？太好了，你没事啊！吓死我了！啊！杀了他，杀了他，让他结束你这悲惨的命运。小儿，小儿，母亲，师祖，你怎么了？我做了个梦。师祖，你不仅睡着了，竟还做梦了。哎，你梦见什么啦？我梦到了那个女人。别人见了我，无非是害怕、厌恶、讨好，但她对我却像对待路边的花草树木一样。老板，老板，别老板着这么好看的一张脸嘛！你这算什么师祖，简直就是小学鸡。这种简单的情绪，总令我觉得平静。明明如此弱小，他却依旧能时刻把自己照顾得很好。高人，来接引我们去百凤山的人到了。拿着这个，怎么不带我去啊？你待在这里。走走走走走。见过修士。老规矩，如果血脉之力比较纯粹，我们便给予你丰厚的赏赐；如果血脉之力不怎么样，这孩子你便带回去。是是是，规矩我是晓得的。儿啊，快给孩子咽下血，快！月儿，多谢。以前只你一个人去，现在怎么多了一个人？啊，这是犬子，日后他要继承我的家业，所以迟早要让他见识一番。哎，高人，高人，究竟是什么人啊？我们所做的不过是为了活命而已，你可千万别把账算到我们头上啊！我们就在此等候。规矩都懂吧？此地不可随意走动张望。就是这里了。无知小儿，竟敢冒犯灵山！灵山，这里也配叫灵山？怎么，你们严家是想反了不成？儿啊，不得无礼啊！我们老严家上上下下几百口人，容不得如此轻慢啊！罢了，别在这里浪费时间。你送他进去。这里还轮不着你吩咐。我看你是活得太久了吧！
带我进去。情况？师祖息怒啊！师祖息怒！师祖息怒！带我出来，你们都得死！不是，咱们这真的是一个正道的老祖宗吗？而不是挪玉的。慈葬道君的慈，不是慈祥的慈吧？500年过去了。师祖竟然变得更加残暴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若不好好安抚师祖，庚辰仙府这延绵几10万年的大宗门，恐怕就要断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了。师祖，弟子诗千缕，今日特携弟子百命进山，来侍奉师祖。进来。逆生，你是我所有弟子中最优秀的。天之宫的希望就放在你身上了。是，公主。这修仙世界的老板一发怒，员工就要流血吗？我还是不要去了。嗨，出发。哎，我东西不见了。东西掉哪儿了？什么东西丢了？我帮你找啊！太客气了，我自己找就好哈。啊！哎呦，我肚子好痛，好痛啊，肚子！哎呀，晕了！哎呦，不行了，肚子上去再说。痛，真痛！行了，不疼了，我自己可以走。这祖宗的修炼环境这么恶劣的吗？还是说，师祖修的是什么邪门歪道？师姑，这里有些吓人，我们还要往前走吗？公主进山之前交代过，这山中有结界，如果贸然离开的话，不仅会惹怒师祖，而且会被结界吞噬。你要是嫌活得太长，就先逃吧。行。前辈，且慢！前辈，我等弟子前来拜见师祖，初来乍到，还请前辈带路。跟上。还跟上？这破工作，我才不干！胆子
真大。这些人也太勇了吧！出不去就跟着一条蛇走。还好这修仙世界没有打卡机，少我一个也不会被发现。啥呀？魔气，他竟是魔域之人。谁啊？我看到你了。真是不知死活。太邪门了，还是回去吧。进去吧。恐怖片里最早死的都是落单的人，我还是跟着大部队走吧。这么高的塔，连个电梯都没有的吗？一群不知好歹的东西。参见师祖。参见师祖。这老祖宗的脚竟然保养得这么好，细皮嫩肉的，不知道脸是不是也这么嫩？
居然是个小白脸。你进来想做什么？弟子玉蓉蓉愿潜心侍奉师祖。撒谎！这祖宗长得白白净净的，怎么脾气这么暴躁？跟个地雷似的，一点就炸呀！你别过来呀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弟子婉玲，仰慕师祖风采，愿侍奉师祖。他不是婉玲师妹，他是谁？竟然有人敢冒充混乳，他什么目的啊？他好像在看我。不是祖宗，你别看我呀！这儿还有个胆子更大的。我哪里胆子大了？我根本什么都没做呀，祖宗！看着我。睁开眼睛看着我。现在还想耍心眼吗？冤枉啊，祖宗！灵火，都滚出去！滚！这师祖精神状态好像不太正常，简直是蠢发疯。我怀疑他找我们来，是给他的宠物蛇囤口粮的。现杀的比较新鲜。休得胡言！今日面见已毕，我们要找个地方先安顿一下，等待师祖的吩咐。走。这个天之宫的穆尼生以为自己是谁啊？人人都得听他的。我偏不。我们走这边。看来这几位宫斗选手都看不上我，啊，也好，不出头不冒尖，能苟一天是一天。啊，整整走了这么久，脚都感觉磨出水泡了。司马教在殿上竟会放过他，也不知他有何特殊之处。希望这个老祖宗没有开例会的习惯，不要再见我了，好痛！我来帮你吧。啊！一下子就不痛了，谢谢啊！我叫廖廷烨，你呢？我叫叶入灵。啊，入灵。怎么你也落单了呀？难道你跟我一样也是个摸鱼分子？摸鱼？他是在说魔域吗？
摸鱼分子是哪个门派？就是不想照料那个老祖宗。我是阴之宫弟子，奉公主之命进山效力。哦，你为何不愿照料师祖？整个庚辰仙府都由师祖的灵气供养着，要是能得师祖青睐，修为必定大有增进，短短10日便可抵过自己苦修上千年呢。我没有那么大的愿望，我就想吃好睡好，能活着就行。那你接下来如何打算？我打算找个日照充足、午休的时候还能晒太阳的地方先住下来。你要跟我一起吗？不了。啊。你若是需要什么帮助的话，可以来后殿找我。告辞。谢谢。他竟是在睡觉。庚辰仙府如今这些没用的东西，是故意派他来激怒我，还是真的没用到这种地步？完全没发现他是个魔域的奸细。冤枉啊，祖宗！蠢蛇！我怎会因一个区区魔域之人而头疼？分明是我身体里的灵火在作乱。我倒要看看，他究竟要做些什么。他怎能睡得这么沉？难问。走了。你以为这些弟子为何进山？不过是受了庚辰仙府那些老东西的命令，来涂抹我的血跟命。他们都不敢进山，那个人却大摇大摆地来我这儿放松身心。等会儿，师祖，你在监视我？没有，我是个斜眼，我在看那边。告诉我，你到底是来做什么的？来调整作息，放松身心，简言之，度假。怎么回事？怎么话到嘴边就变了？肯定是这孙子搞的鬼！玄幻世界害我，这里竟然还有真化 buff 这种东西！
你不想杀我？不想。你为什么不想杀我？我不过是一条无辜的咸鱼罢了。修为低成这样子，多想不开也要杀你。当真如此？不然呢？你是不是有什么被迫害妄想症？脑子有问题啊！我死定了，这个 buff 太害人了。救命啊！到底杀我还是不杀我？给个痛快吧！弟子不敢。这师祖是闭关闭太久，精神出问题了吧？不是。庚辰仙府一开始方向搞错了呀，送什么弟子进来侍奉？我看应该送医生进来给他治治脑袋。走开，臭狗子，别舔我！说兄弟，我细胳膊细腿的，你饶了我吧！你吃了我反而塞牙。你想喝这个？早说嘛！您请哈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是我不太周到。其实说起来，这也算是我清谷天的特产。只要有这青灵竹在，就会源源不断的生出青灵叶来。我平常都拿它当奶茶喝，没想到你也好这口啊！这蛇怎么狗里狗气的？能把一条巨蛇养成忠犬，祖宗不愧是祖宗。哎，我这算是又狗了一天。魔异的东西你也敢喝？是嫌活得太久了吗？你只不过是过去吃喝了2回，现在便替他说话了。世人皆贪婪，更何况是魔域之人，不是想夺灵火，就是贪图血凝花。他只是比旁人更会作为罢了。弥生师姑，紫 A 月之宫的玉蓉蓉消失无踪，连尸体都没找到。这山里又只能进不能出，想回宫都不成了。师祖的脾性谁也琢磨不透，先别乱。无论如何，我们活下去才是关键。如果我们当中有1人能够得到师祖的垂青，成为师祖娘娘，那我们天之宫便能一举成为8宫之首。司马娇果然如公主所言那般残忍无道，我们必须找出她的弱点，早日杀了她才是。凤山灵火已与司马娇融为一体，如果司马娇死了，灵火也会熄灭。这样一来，整个庚辰仙府就无法生发灵气了。我们如何修道？那血凝花是由灵火吸取司马娇的血长出来的，吃了血凝花和司马娇的血，我们照样能提升修为。你忘了公主说的话了？
当年他得罪了司马娇，如若有一天他一个不高兴想要翻旧账，我们都死无葬身之地，还何谈修道？你们叫我来，就是为了商量这件不可能的事情。叶若灵，你别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，别忘了，你的族人还在公主手里。我已经给蛇兄安排上了，希望他今晚不要吵醒我，让我睡个安稳的觉吧。这熟悉的感觉怎么回事儿？修仙之人也会痛经吗？太痛了，越来越疼了。明离不是说，这半生灵能牵引廖廷琰的蚀骨之毒吗？怎么他听到召唤之后，居然毫无反应？这廖廷琰，莫非真的以为攀上了司马娇，就可以摆脱我们的控制了？哼！好，我且看这蚀骨之毒，你还能挺过几回？蠢蛇，你带了个什么回来？他竟然中了魔毒，你为什么想救他？你知道他是来做什么的吗？什么都不知道就把人带到我面前，你想死吗？这毒不过是魔域用来操控傀儡的小伎俩罢了。竟然直接睡着了。魔族千方百计送进来的，竟是这样的人。看来，他比那些蠢货聪明，不仅没到我面前来找死，还笼络了那条蠢蛇。如此深沉的心机，配得上这张脸。
左。啊！我怎么在您的店内啊？演得不错，你竟敢利用那条蠢蛇，把你带到我的中心塔上。我猜可能是昨天晚上我肚子疼，我疼晕过去了，然后蛇兄担心我，他想让您救我，我没有想要麻烦您的意思。哎，我肚子不疼了。喝了我的血，自然不会疼。我喝了您的血啊！敢吐我就杀了你。您的血还有止痛功能啊！不仅能止痛，还能增进修为，这世间无人不想要。不用算上我，我不太想要。你现在的样子，让我很想立马了结了你。别！我怕脏了您的手，我。既然如此痛苦，为什么不动手杀了我？因为无缘无故、无冤无仇。哼，在这世上杀人，不需要冤仇，更不需要缘故。比如现在，无冤无仇、无缘无故，我就是要杀了你。你又能怎样？我不能怎么样，我也打不过你。你要我杀，可我偏不杀。日后换你来伺候。我啊，我先走了。你诈尸啊！你竟然还活着，妹子啊！我是说，你没死啊？我当然没死，我无意冒犯师祖，师祖只是给我个教训，小惩大戒罢了。我一定会谨遵教诲，日后谨言慎行。师祖今日如何？哦，他呀，不行。老板的八卦怎么能随便说？报告师姑，师祖一切都挺好的。能侍奉师祖是你的荣幸，你好自为之吧。那看来这师祖说杀人是故意吓我呢。这么一说，这师祖怎么一点都不像师祖？像个小学鸡一样。那或许这师祖除了脑子不太好之外，也不是个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嗜杀的主。
它既能替我缓解灵火给我带来的灼烧之痛，若它真的对我毫无贪念，的确能成为一枚好棋子。你去把塔外的结界消了，以这魔域间隙为由，把门打开，老鼠会顺着缝隙溜进来。至少不用上班打卡，睡得好舒服。没水了。这名弟子似乎很得师祖喜爱，能够自由出入中心塔。是啊，不知道他有何特殊之处？难不成只有修为低才能接近师祖？谁知道呢？你怎么还没死？惭愧，我这个人呢比较低调，就还没有遇到危险哈。先前让你在大殿上逃过一劫，算是你命大。你最好别对师祖有什么下作心思，否则你迟早都得死。怎么？哦，你是怕他先你一步，获得师祖的青睐吧？就凭他一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低等灵根，他也配？低等灵根又如何？难道修为高、出身好，就天生高人一等吗？那是自然。怎么叶如良，你出身卑贱，所以跟他惺惺相惜了？我劝你啊，最好再找一个同伴，他的身份比你这个低等灵根还要低。这位同事，这位师姑，你觉得我是个废柴可以，怎么搞起人身攻击了呢？你仗着自己修为高，就欺负能力比你弱的人，是不是气量太小了？满口胡言乱语，果然物以类聚。之前他们那么辱骂你，你都没有反击过，今日怎么愿意帮我出头呀？他们看不上我这个落后分子，我可以理解，但不能借题发挥，拿人的出身说事儿，太过分了。虽然我不能完全听明白你在说什么，不过我听得出来，你没有瞧不起我。你长得这么漂亮，能力又好，我欣赏你还来不及呢。我的感谢礼物，很甜的，你试试。谢谢。我真的越来越喜欢这儿了，又不用上班打卡，还遇到了好同事。虽然也会碰到那种爱搞职场斗争的内卷狂人，不过只要我不掺和，也能活到大结局。上什么卡？内卷？这些都是什么？我不是很明白。哦，你就当成我们青谷天独特的说话方式好了。哦，这样。你真的对师祖无所求？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好奇心和好胜心的，我只想舒舒服服的苟住。就是活着，每天一觉睡到自然醒，吃好睡好。真的吗？那些仙门自诩修仙济世，心系苍生，实则个个都暗藏着肮脏的欲望。而你不一样，你虽然受人欺辱，却还能寻得自在，回归本心。我想这山中一定没有第二个弟子
能活得有你这般透彻。你这说的是我吗？学到了，说话的艺术。不过你不也是庚辰仙府的人吗？你怎么说的自己跟他们不是一路人一样？一路人，异乡人罢了。以后我们就是姐妹了。好。我这次竟然不敲门就能进来了，又要爬楼，不爬行不行？不想死就跟上。这上班路途太艰辛了，没有保障又不给工资，比资本家还黑。以我浅薄的玄幻世界认知，这东西一定十分珍贵。老板，你听到小孩的哭声了吗？你每日过来，给这东西浇水，它一旺盛，我便烦躁，想杀人。你认真的吗？这个花上面顶着火焰，不会浇灭吗？要能浇灭它，也是大功一件。跟我走。哦。本以为来到修仙世界就不用加班了，没想到这里比现实世界还要可怕。我们那里不加班，大不了就丢工作；在三圣山不加班，可是要丢命啊！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这个大魔头啊？你在想什么？啊，老板，我在想，你可以去忙别的，我不会偷懒的。你总说老板，究竟何为老板？老板就是我不停给他干活，他不停给我发奖赏的人。那和养牛马有何区别？哎，你这观点不错啊，我们那儿也有类似的说法。你为何不用术法做事？你本就修为不高，才堪堪炼气，而炼气之上还有筑基结丹、元婴化神、炼虚合体、大成渡劫，这辈分也是最低的。兴许是那选人的仙官一时出了差错，才会把这样的选拔机会给你。我修为好像很低，不太会用。之前脑子受伤了，很多事情不记得了。你喝了我的血，如今至少已经达到筑基的境界。我这就已经筑基了。我会魔法了。终于放弃掩饰自己的魔域身份了。
多少坦诚了几分。快来！哦，怎么换个世界还是不能躺平啊？别人穿越是天命之女，我穿越是社畜之魂。没钱没假期，还要看老板脸色。以前天天敲键盘，现在天天玩抹布。人生不能排卵，快乐只少一半。本来就烦，还要和熊孩子斗智斗勇。哎呦！坏蛋，疼死我！我要烧死你！你还会说话？这里还有别的东西吗？暂停啊！修仙世界，火焰会说话也很正常。火苗小朋友，我也是听老板的安排。那个，你多担待哈。好疼啊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管你是谁啊，老板的话我得听哈。不好意思啊，师门专业种地的，你且忍忍，我很快。斗不过师祖而已，可你这小屁孩都还是绰绰有余的。感觉身体要被掏空了，怎么修仙世界的幼崽也这么精力旺盛？天天爬着鬼楼梯，累死我了。干的活比牛多，没工资没合同，纯压榨。好在老板经常不出现，同时大黑蛇也很好相处。工作对象虽然喜欢吐火，但很好接近。我要烧死你！哎，我太不容易了。我求求你了，不要再教我了，我好难受。我星子都吐不出来了，应该差不多了吧？